普京称不会摧毁乌克兰，俄罗斯反复表态愿意谈判，这里面有大智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的目标进行几天的报复性打击之后，普京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一场高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，没有必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击，因为大多数指定的目标已经遭受打击。俄罗斯并不打算摧毁乌克兰，他还强调征召后备军人的行动将在2周内结束，而且没有进一步动员的计划。此外，普京还重申了克里姆林宫的立场，即俄罗斯愿意谈判，但他要求乌克兰，如果乌克兰愿意参加谈判，那必须要有国际介入调停，双方才能谈。另据路透社报道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俄罗斯报纸《消息报》表示，其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，特别军事行动还在继续，我们仍然愿意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进行谈判。路透社认为，虽然俄罗斯此前表示准备谈判，但在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，本周反复提到对话的可能性，令人惊讶。拉夫罗夫几天前曾经表示，莫斯科愿意与西方对话，但美国以摆姿态为由驳回了他的提法。拉夫罗夫对《消息报》表示，我们不会逼迫任何人，如果得到某种信号，有具体的严肃提议时，俄罗斯将做好考虑的准备。泽连斯基政府已经明确表态，不再与普京谈判。西方还通过联合国大会向俄罗斯施压，明确拒绝在涉及领土问题上妥协。在俄罗斯火速并入乌克兰4周，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，俄罗斯又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展开多轮打击报复之后，俄罗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又为什么还在强调愿意谈判呢？首先，俄罗斯在并入乌克兰4周的情况下，必须表现出想和谈的意愿，将俄乌冲突持续的责任推给泽连斯基政府。最近联合国大会进行的投票表明，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持续恶化，中立国家都希望俄乌双方能够尽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，而普京的表态正是迎合了这种诉求。至于西方国家，也存在着内部要求和谈判停战的声音，特别是欧洲已经出现了政府右翼化的趋势。如果国际社会公认是乌克兰想要持续战争，而不是俄罗斯想打仗，那么泽连斯基政府的压力可能就会大一点。当然，这个作用非常有限。其次，俄罗斯没有条件对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巡航导弹的打击。所谓打残乌克兰战争潜力的想法很好，但实际上并不可行。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弹药，特别是巡航导弹的数量有限，还得悠着点用。而且，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守势，预备役部队进入战场对战局的改变仍需要观察，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条件仍不具备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和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并不那么有利，只有在巴赫穆特保持着攻势，努力改变战局恐怕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所以，和谈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，释放谈判信号也比较正常。最后，俄罗斯国内并没有持续升级战争的主流民意，普京不想进一步扩大征召预备役，以避免反战民意的反弹。普京这次特别强调不再进行下一次战争动员，也不会对乌克兰宣战，更不可能使用核武器。这些都意味着俄罗斯没有升级战争的意愿，也证明俄军有信心守住现有的成果。要注意一点，俄罗斯表示愿意谈判，不等于愿意把已经并入俄罗斯的4个州再拿出来作为交易条件，这等于断绝了乌克兰方面进行和谈的可能。
所以普京的事儿办得很硬，但话说的比较软。软刀的杀人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外交策略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